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到湘西的大山里面，在我旁边这是清水江，在那底下呢是保定县的县城。上期的视频啊，我们是给大家分享了在山里面发现了一栋人鬼同屋的房子，在视频里面啊就有很多朋友留言了。确实啊，在农村里面建房子涉及的问题非常的多，可能在农村呢，大家讲究的都是风水，不光是建房子或者一些红白喜事，都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。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也是山里面的一栋房子。房子建好了之后啊，因为各方面的原因，可能也就是因为风水吧，这栋房子啊，住进去之后，一直感觉挺不顺的。那究竟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清水江边每天都有不少的钓鱼人，这个温度啊已经很低了，每天白天的温度将近也就7、8度左右，但是啊，这些钓鱼的爱好者还是非常的热情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栋房子啊，距离县城将近有13公里，距离镇上有4公里，交通倒是挺便利的。我走的这条路呢是进村的马路，大概宽约5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，还挺好走的。我的车子啊是已经停到了这栋房子的面前。这是一栋2层楼的砖房，房屋是破破烂烂的，非常的陈旧，将近有17、8年左右是没有住人了。这栋房子啊，刚才我们和村里面的一些老乡了解了一下，他们说这栋房子建好了之后就没有在这边居住了，一家人呢住着非常的不顺，各方面的一些意外吧。那看这栋房子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周边的一些环境。然后这边呢是邻居借助他们家的地种了一些菜，有白菜，有大蒜，那边还有红色的萝卜，还有白萝卜。然后这栋房子啊是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清水江，整个江面啊将近宽约100米左右。据当地的老乡说啊，这边的清水江深度将近有15米左右，平时这边啊钓鱼的人还比较多。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是一栋2层楼的砖房，可以看一下房屋的进深啊，将近也就5米左右，然后用水泥砖砌的房子，整个外墙也没有做一个粉刷。这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所建的一栋房子。其实房子的背后啊是一座土坎，但是这边呢有2座石头。村里面的人都说啊，这2座石头就像2座坟墓一样的。我们这边农村的坟墓啊都是尖尖的立起来，而且这座石头的中间呢是裂开了一道缝，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讲究。可能也就是因为房子的周边有些不好的东西啊，影响着这栋房子的整体风水布局吧。那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2座石头，大家觉得像什么呢？我觉得很奇怪，2座屹立的石头没有多高，将近也就2米左右，它从中间呢发开了一道口子，一直延伸到山上。其实啊，如果不是这些藤类的植物遮盖住的话，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缝隙，一直是裂开往山上走的。整栋房子的院坝是靠近马路，将近院坝呢宽约60个平方左右，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。这边是1楼，1楼是有2个房间。大家还记得吧？在我们农村建房子，基本上1楼呢都是有3个房间的。当然，这栋房子啊也是有3个房间，但是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它旁边的这个房间啊，待会儿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，非常非常的奇怪，可能呢也就是造成了这栋房子各方面不顺利的一个原因。现在是大门紧闭，因为长时间没有住人啊，所以是没办法进去的。然后这个房间里面，我透过窗户看了一下，里面放的有一副棺材。在我们这边啊，
基本上农村的家庭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布置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然后我们就走过来看一下。这边呢，之前建房子的时候也是准备做一个房间的，但是啊，这块位置，镜头可以缓缓的走过来看一下，底下呢是挖出了一个类似于一个航道一样的，然后呢，整个这个房间完全是空着的，背后呢有一个，大家看一下，人为修建的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村里面的老乡说，夏天啊，这个地方是很凉快的，因为两边是没有流门，也没有这个砖墙，通着风，很凉快。所以在夏天啊，旁边这个台阶位置，很多人过来乘凉。而且他们说啊，这里每到雨季，也就是夏天的时候，流出来的水是非常大。走进来之后啊，我才发现，这原来是一口井。然后整个井的泉源呢是在我手指的这块位置，然后上面是做了一个盖板。看这口井的深度啊还挺深，目视一下将近有1到2米左右。这边啊都是从山里面流出来的泉眼，然后是往地里面冒出来的。现在冬天啊已经是干枯了。没走进来之前啊，我以为这边又是一座人鬼同屋的房子，以为呢这边是一座坟墓，上面盖的这个顶啊特别的像，尤其是站在门外看的时候，这边的颜色又特别的深，然后这背后呢都是一些灌木丛还有杂草。这个啊原本应该是一个房间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修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百思不得其解啊。这边是可以走上2楼的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看农村里面的老大爷老大娘，闲暇之余没什么事，坐着聊聊天，尤其是夏天，这边有几棵大树，特别的凉快，所以这边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活动的一个场所。已经走上来了，这边是有一个房门的，可以进入2楼的位置。整栋房子啊，连个屋顶都没有了，上面的瓦片早都不见踪影了。哇，想想都可怕。然后这栋房子里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我身后的这个窗户啊，看起来就像恐怖片里面所呈现的一些镜头。这个时候啊，我是想象力浮想联翩啊，想到了很多事，还是抓紧时间带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这边啊是一个露台，现在是种上了一些葱，应该也是邻居家所种的。然后整个栏杆上面都长满了这样的绿苔。我们所站的这个露台下方啊，就是刚刚我们走到1楼所看到的那个房间，然后泉源呢就是从这边啊流出去的。这边啊已经不方便过去了，那边还有2个房间呢，然后这里是一个走廊。现在这栋房子啊，看起来好像弱不禁风的那个样子，踩在上面我还是有点担心啊。在拍视频的过程当中，
村里面的老大爷老大娘都说，小伙子，你别进去看这栋房子，不太好的。他们也给我说了很多，但是呢，我就比较好奇，行走于大山深处，碰到这样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总是想着用镜头去把它拍出来，拍出它的故事，拍出它的一些各方面的东西，呈现给大家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喜欢走村串巷的一个原因吧。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对不对啊？这栋房子呢，我们看了之后，可能有它不足的地方。确实啊，农村里面建房子，要做到4平8稳，像底下的这个房间，给它留了这么空，然后整个这个水井泉源就从房子里面流出来。农村说的就是所有的运气可能就流走了，对不对？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，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的家乡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呢？房子的背后有一棵柚子树，那边还有一棵春木树，这上面还结着几个柚子。我们也可以仔细看一下，整个屋顶都被这些藤类的植物爬满了，上面已经看不到瓦片了，非常破旧的一栋房子。可能也正如刚才所说的，各方面的原因吧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。房子建好了之后，陆陆续续的非常的不顺。那石头也想在视频的最后问问大家，就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租给你2000块钱租个20年，你愿意来到这里隐居养老吗？欢迎大家视频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那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